Hello，大家好，我是阿言，欢迎回到我的视频。上期视频我们创建了新的项目，并完成了一个简易的背景卷动效果。这一期我们要来使用 Unity 的 Input System， 并让我们的主角动起来。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吧。Take, but I still try to reach, try to swallow it all down, yet I can't seem to breathe. Just a single pill of mine, nothing else would suffice. I take it in. Unity 新的 Input System， 说是新的，是指相较于旧的 Input Manager 而言的。它有自己的优点，当然也有一些缺点，但瑕不掩瑜。我个人十分推荐大家学习并使用这个新的系统。新的 Input System 是一个基于 Input Action 输入动作来驱动的系统。我们首先要理解一下什么是输入动作。根据官方手册，输入动作指的是接收到的输入信号语言的抽象化。听起来很玄乎，我们来举个例子就好理解了。比如我们希望当我们按下空格键时，让画面中的小球弹跳一下。这里的按下空格键这操作就是输入信号，而按下空格键所触发的事件小球弹跳就是所谓的输入动作。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输入动作就是由输入信号所触发的事件。我们可以为输入动作绑定来自不同设备的输入信号，例如我们接下来要创建的输入动作 Move 移动，我们可以绑定键盘上的 WASD 或者箭头键，也可以绑定鼠标移动，或者绑定游戏手柄的左摇杆或者十字键。这些输入信号来自各种不同的设备，但 Input System可以让我们很方便的绑定这些输入信号，并在游戏中实时的在各种输入设备之间无缝的切换。理解了输入动作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另一个概念 Action Map 动作表。动作表可以理解为一系列输入动作的集合，每个动作表底下都有自己的一套输入动作。我们可以同时拥有多个动作表，然后依据不同的情况来回切换。比如我们可以创建一套专门用来操作玩家角色的动作表，再创建一套专门用来控制 UI 菜单的动作表。当操作玩家角色时，我们激活的是专门操作角色的动作表，而当 UI 菜单打开时，我们就切换到专门控制菜单的动作表。这两个动作表可能会绑定相同的输入信号，但是它们之间不会有任何的冲突。比如键盘上的 WASD 键，当操作玩家角色的动作表激活时， WASD 是个按键的功能是移动玩家，而当控制 UI 菜单的动作表激活时， WASD 则变成了移动光标或者选择 UI 按钮。动作表解决了旧的 Input Manager 在不同情况下使用同一个按键时可能引发的冲突，这是新的 Input System 的一个优势。回到我们的项目，我们先来安装 Input System。我们点击 Package Manager 窗口这里的这个按钮，选择 Packages Unity Registry， 这样会显示所有已注册的安装包。在右上角的搜索框里输入 Input 就可以找到 Input System 了。请大家点击安装并升级到最新的版本。安装过程中会跳出这个警告窗口，不需要担心，我们选择 Yes 重启就是了。重启后再回到 Package Manager 里，选择 Packages in Project，
会发现 Input System 已经安装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新建一个 Input Actions 文件。我们在 Settings 文件夹底下点击右键，选择新建一个 Input Actions， 文件名一样是 Input Actions。这个就是用来配置所有输入动作的文件了。双击或者按回车键打开这个配置文件，会跳出一个窗口。我们可以把这个窗口停靠在这里。点击这个加号按钮，我们来新建一个动作表 Action Map。这个动作表我们将专门用来操作玩家角色，我将它命名为 Gameplay。Actions 栏里已经有一个默认的 New Action 了，选中它的情况下再次点击它一下，我们可以给它命名。我们将这个 Action 从命名为 Move 移动这个动作或者说事件，未来将负责处理我们玩家的移动。接下来我们要为这个动作进行输入信号的绑定。不过我们来先思考一下，我们的移动操作是什么类型的？它将具有上下左右4个方向，所以很明显，这个操作是一个2维向量类型的操作。在右边的 Property 栏位里，就是属性栏里，我们可以为输入动作选择类型，就是这个 Action Type。我们先选择 Value 值类型，然后在 Control Type 操作类型里选择 Vector 2 2维向量，这样我们的 Move 动作就可以读取 X 轴和 Y 轴方向的数值了。当我们为 Move 动作绑定操作信号时，所能选取的也将是具有方向的信号。点击这边的加号按钮，我们再为 Move 动作添加一个绑定。可以看到这里有2个选择，我们先选择第一个 Add Binding， 添加一个相同类型的绑定。一些输入设备的输入信号，比如游戏手柄的左右摇杆以及十字键，或者鼠标的左右移动和上下移动，这些本身就是具有向量性质的输入信号。因此我们的 Move 动作可以直接绑定这些输入信号。这里我们先来绑定游戏手柄的左摇杆以及十字键，点击 Pass 路径右边的这个按钮， Input System 会列出所有可绑定的操作信号。我们也可以选择 Listen 监听来添加输入，不过这次我们就直接选择来添加就好。点击这边的 Left Stick 左摇杆，将它添加到绑定。下面这个输入信号，我们选择这边的 D-Pad，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十字键，将它添加到绑定。这样我们在游戏手柄上操作玩家移动的输入设置就完成了。我们再添加一个绑定，这次选的是 Add 2D Vector Composite， 添加2维向量的组合操作。我们要用到的按键是键盘上的 WASD。可以看到 Input System 自动将2维向量拆分成了上下左右4个方向的输入操作。我们先来设置上方向的绑定，可以像之前那样在选单里选择，但是有个更方便的方法，就是点击这里的 Listen 监听按钮，点击之后我们按 W 键， W 的输入信号就会弹出来了。同样的方法，我们分别为 SAD 也就是下左右这3个输入信号设置好绑定的按键。我们再添加一组键盘上的按键绑定，这次用的是方向键 Arrows。 如果你的键盘没有方向键，可以跳过这一步。跟上一组一样，我们点击监听，按下想要绑定的按键，再点击绑定，很快就可以完成新的输入信号绑定了。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移动这个输入动作的按键绑定了。如果你希望绑定其他按键或者其他输入设备的输入信号，同样的也可以用监听的方法来快捷的进行绑定。接下来我们要将 Input System 和我们的角色串联起来。我用的是 C# 代码的方式来控制所有的输入动作，我觉得这样更方便，
也更能体现 Input System 的优点。首先，我们让 Input System 生成一个 C# 类，选中项目窗口里我们之前创建好的 Input Actions 配置文件，在 Inspector 里勾选这个 Generate C# Class， 在这里可以为生成的 C# 文件指定存储的位置，也可以为它命名或者指定命名空间。这里我不做任何的变更，直接点击 Apply 按钮来生成 C# 类。我稍微整理了一下项目文件，建了几个文件夹，把相应的文件拉了进去。保持项目文件的整洁也是个好习惯，要不当文件一多起来会让你头大，工作效率也会因此降低。刚才生成的 Input Actions 类 C# 文件我拉到了这里，我们打开它来看一看。这个 C# 文件里的内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配置的 Input Actions 文件的代码，看不懂也没关系。我们拉到最底下，会看到这里有一个 iGameplay 接口，里面有个 onMove 函数，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建立的移动输入动作了。稍后我们将用到这个接口，先记住它。接下来我们来创建一个实际会用到的输入管理类。我们在刚才建好的 Input 文件夹里右键选择新建 C# 脚本文件，命名为 Play Input， 然后打开它。为了更方便的使用这个类，我们先把它变成 Scriptable Object， 然后在类的开头给它添加一个 Attribute， 这样我们就能在编辑器里创建这个类的 Scriptable Object。 接下来我们让它继承刚才说到的接口，先输入 Input Actions 类名，再让它继承 iGameplay Actions 接口。这里会报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还没有实现接口。我们可以直接用 Ctrl 加句号的组合键来启用 IDE 的快速修复功能，来快速生成接口所需要的函数。如果你用的 IDE 是 Visual Studio， 这个按键组合本身就是 VS 自带的快速修复功能的快捷键。如果你和我一样用的是 VS Code， 可以安装这个插件 Visual Studio Keymap， 这个插件可以让 VS Code 和 VS 拥有一样的快捷键，对于和我一样从 VS 转到 VS Code 的人来说很好用。如果你用的 IDE 无法快速修复，那么直接写出下面这个函数就行了。实现 onMove 函数后，报错就会消失了。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些初始化的工作。我们先声明一个之前生成的 Input Actions 类，命名为小写开头的 Input Actions， 在 onEnable 函数中初始化这个类的引用。然后我们登记 Gameplay 动作表的回调函数，这里需要传入一个 iGameplay 接口。我们这个 Play Input 类就是继承的 iGameplay 接口，所以这里的参数我们传入 list 本类就行了。这一步很重要，以后如果我们添加了新的动作表，记得也要来这里登记它的回调函数。接下来我们写一个 public 函数，让其他的类能在需要的时候启用 Gameplay 动作表，名字就叫做 Enable Gameplay Input。同时我们希望操作玩家角色时，也就是启用 Gameplay 动作表时，把鼠标的游标给隐藏，所以我们添加这句鼠标可见为隐藏，鼠标的锁定状态为锁定。我们再写一个 public 函数，让其他类能在需要时，比如进过场动画的时候，禁用所有的输入。因此名字我们就叫 Disable All Inputs。 暂时的这个函数的内容很简单，
我们把 gameplay 动作表 disable 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可以在 arm disable 里调用这个函数，有启用就有禁用，就如有出口就有入口。还记得之前我们对 input action 输入动作的理解吗？我之前说输入动作是一个由输入信号所触发的事件。秉持这个概念，我们来声明一个 public 事件。这个事件没有返回值，你只是个 action。你可以用 system 里的 action， 但其实 Unity 引擎也有一个自带的 action 列别，就叫做 Unity action。我们在文件头这里引用 Unity 引擎的事件 events 命名空间，然后按 F12 来看一看 Unity action 是个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其实 Unity action 就是一个委托，它和 system 里的 action 是一样的，差别只在于类型的名字和引用的命名空间。我这里用的是 Unity action， 这样就不用再导入 system 命名空间了。这个事件我们就叫做 armMove， 以小写开头，然后我们就可以在下面的 armMove 函数里调用这个事件了。当 gameplay 动作表接收到移动的输入信号时，也就是 input action phase 输入动作的阶段是 perform 的时候，我们调用了 armMove 事件。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 input action phase disable 阶段就是动作表被禁用的时候， waiting 阶段就是动作表被启用但没有相应的输入信号传入的时候， started 阶段就是我们按下按键的那一帧，相当于旧的 input manager 里的 input get key down 函数。 perform 的阶段是输入动作已执行的时候，它包含了按下按键以及按住按键两个阶段，相当于旧的 input manager 里的 input get key 函数。 cancel 阶段就是输入信号停止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松开按键的那一帧，相当于旧的 input manager 里的 input get key up 函数。我们希望当我们按住按键的时候，玩家会持续的移动，所以这里的 input action phase 要选择 performed 阶段。其实使用事件的时候，我们还应该先确认事件是否为空值，这是最标准的事件的用法。但我们可以在声明事件变量时就将它初始化，给它一个空的委托作为初始值，这样这个事件就永远不会为空了，我们也就不需要再做控制检查了。还记得吗？我们的移动输入动作读取的是二维向量的输入操作，所以这个事件还应该有个 vector2 的参数。我们在 Unity action 后面添加一个 vector2 参数，然后下面的事件调用函数，我们要传入输入动作所读取到的二维向量的值。这样 onMove 事件的触发条件我们就写完了。当玩家按下 Move 移动这个输入动作所绑定的按键时，就会调用这个事件。接下来我们再来声明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就是停止移动。既然有开始移动，那当然会有停止移动。列别一样是 Unity action， 这次它不需要任何的参数，我们把它命名为 onStopMove， 然后给它一个空委托，将它初始化。当我们松开按键的时候，我们希望玩家角色停止移动，所以在 onMove 函数里，当输入动作阶段是 cancel 的时候，也就是玩家松开按键时，我们调用 onStopMove 事件，这样停止移动这个事件的触发也写完了。按 Ctrl+S 保存脚本，回到 Unity 让它编译完成，然后右键点击 Settings 里的 Input 文件夹，选择新建一个 Player Input， 这边会有这个新的可创建文件，是因为我们让 Player Input 继承了 Scriptable Object， 这个文件名字我们就叫 Player Input。 Unity 编辑器还给了它一个特殊的图标，以后任何需要用到玩家输入的脚本，我们都可以直接使用这个 Player Input 文件了。
接下来我们将创建一个十分重要的 C# 脚本，就是 Player Lay。这个脚本将用来控制玩家角色，并将贯穿整个游戏过程。我们点击 Player 对象，给它添加一个脚本，命名为 Player。在 Script 文件夹里再新建一个 Player 文件夹，然后把 Player 脚本拉进这个文件夹里，双击或用回车键打开它。很明显，我们的 Player 类要涉及到输入的操作，所以我们声明一个 Player Input 类的引用变量，变量名就简单的命名为 Input， 然后给这个私有变量添加 Serialized Build 属性。在 onEnable 函数里，我们订阅 Input 的 onMove 和 onStopMove 事件。事件处理函数我们就分别叫 Move 和 StopMove。有订阅的就有退订的，就像我的粉丝们一样。我们可以在 onDisable 函数里分别取消订阅这两个事件，然后我们分别写出这两个事件处理函数。Move 函数需要一个 vector_true 参数，我们把它命名为 move input， 这样就不会报错了。后面我们的玩家对象将会涉及到碰撞相关的内容，所以我们要给玩家对象一个 2D 钢体组件。为了更好的操作手感，这里我们也将用钢体来进行移动的模拟。我们可以在编辑器里直接给 Player 对象添加 2D 钢体组件，也可以在 Player Lay 面前添加一个 Require Component 属性。这里我用了后面的方法。接下来我们先获取 2D 钢体组件的引用。我们声明一个 2D 钢体类，名字就叫 Rigid Body， 会有一个黄色警告告诉你这个名字已经被占用了。那么我们在它面前添加一个 new 就好了。然后我们可以在 awake 函数里获取这个组件的值。在 start 函数里，我们修改钢体的重力缩放值为0。如果没有将重力设为0，一运行游戏后，我们的主角就会因为重力影响直接坠机了。然后我们也在这个函数里要用 input 里的 enable gameplay input 函数，这样当我们的 player 脚本一开始运行时，也就是当我们开始操作玩家角色时， gameplay 动作表就会激活。我们再声明一个私有的 float 变量，名字就叫 move speed 移动速度，可以给它一个初始值，比如10，一样给它添加 serialized build 属性，方便在编辑器里修改。我们来处理 move 函数，首先声明一个本地的二维向量，名字叫 move amount 移动量，它的值就是 move input 乘以移动速度 move speed。这边的 move input 参数的值，当 onMove 事件被调用时，它将等于输入信号的二维向量的值，所以将它乘以移动速度 move speed 就可以得到一个输入的移动量。然后我们把 move amount 赋予钢体的 velocity， 这样当 move 这个动作的输入信号传入时，钢体的 velocity 就会是 move amount 的值了。其实我们不需要声明这个本地变量，可以将 move input 乘 move speed 的值直接赋予钢体的 velocity， 只是这样写会比较好理解一点。我们可以把上面这句注释掉，然后留着方便记忆。我们保存脚本，回到 Unity 让它完成编译，把之前创建好的 Play Input 这个 Scriptable Object 拿给它，然后我们运行游戏看看脚本是否生效了。左下角的控制台信息提示我们为我们的 Player 对象添加了 2D 钢体组件，我们按 WASD 键看看，我们可以控制角色移动了，但是移动起来就停不下来呢。
这是因为我们松开按键时没有把钢体的 velocity 归零，一会我们会在 onStartMove 函数里来处理。我们会发现移动的时候，我们的主角可以飞到镜头的外面。这个问题呢，我们将在下一期来解决。我们再来试试方向键以及手柄是否生效。我们按方向键看看，可以控制呢。然后换上我的老 Xbox One 手柄，试试左摇杆，感觉手柄确实比这个按键要滑顺许多的。OK， 正常的。十字键呢？可以，也是正常的，太棒了。回到我们的 Player 脚本，我们来处理 onStartMove 函数。当 onStartMove 事件被调用时，我们把钢体的 velocity 设为0，这样就可以了。保存脚本，回到 Unity 等待编译，然后我们再运行游戏看看。OK， 正常了。当我们按键时开始移动，松开按键时就会停止移动。各个其他按键的功能呢，也都是正常的。我们的基础的移动功能呢，就完成了。如果你觉得移动速度太快，可以修改一下 Move Speed 的值。我们把 Move Speed 改为6，我感觉这样好一点。我们不希望我们的主角移动得太快，不太舒服，而且呢，也会让游戏的难度变低。好的，本期视频就是这样了。下一期我们将对移动功能进行优化，来获得更好的操作手感。同时呢，也将解决玩家移动时会飞出镜头外的问题。还希望大家继续观看，继续支持。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觉得有用，请点赞支持我。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请考虑订阅我的频道。我会继续带来更多精彩的视频，谢谢观看，我是阿言，一个为你分享知识的努力家，我们下个视频见。